F 专长是近距离魔术表演，21岁拿下国际近距离魔术全能冠军，更被许多国际大师赞许哦。小钟好配合小钟，那应该是汤姆熊的代币。小钟就怕没有钟好配。哎呦，好快哦！这样赚钱蛮快的。好，钱拿来吧。玫瑰花吗？3朵。有花应该献给美女吧？谢谢。你不，他只给你1朵。你刚才说每一朵才有，谢谢。而且是真的玫瑰花哎。为什么要握手？不要握手。我们节目还没结束。我们欢迎来自巴黎的魔术师。欢迎。好，Eve呢，刚才在变魔术的过程当中，有对他的手喃喃自语。有。他在讲什么？应该就是说，希望不要失败。而且他看着钞票的时候，眼神好深情哦，就是很注意看那张钞票。对，希望孩子赶快变大，从100块变1000块。这样朋友一定要交啊。所以我们这位魔术师之所以能够出现在《康熙来了》，完全是因为王伟忠先生把他给带到台湾来的。谢谢王老师，谢谢。欢迎。伟忠哥在巴黎街头遇到的吗？还是朋友介绍？所以是真的有人跟你说有一个小孩，有个华人的小孩然后从小对这个魔术就很沉迷但是他是学经济的他一直跟父母相处不好。所以你请他帮你投资股票？开玩笑的。他那时候有在工作了吗？他就是在，那我不太清楚，反正我知道他好像在经济学方面还拿过硕士还干嘛。但他7岁就开始喜欢魔术，然后他爸妈一直希望他去学财经，那他一直不愿意，然后呢就是人家就介绍给我认识，然后他就变一些魔术给我看，哎，我觉得还 amazing。可是伟忠哥，你本来是对魔术有兴趣的人吗？有兴趣啊，大家从小都看魔术啊。可是你做节目的话，看过不少魔术师了，还会他第一次变给你看的时候，你心里面有在想说，我看看你能够搞出什么花样来？我想大家做制作都是这样子吧，看看你到底好不好嘛，棒不棒嘛，有没有一些特质嘛，所以就看。所以他一定要是厉害到你可以决定要帮他啊。对，这个问题我还蛮有趣。我看他觉得他很特别。我也不懂有趣在哪里啊？我只是随便问一问而已。配合嘛，配合。那我就觉得他蛮特别的。是。他那个表情啊，很神秘。是。就是他很像漫画里面走出来的。对，鼻子也很高。然后呢，我就摸了他的鼻子，也不是假的然后就也不太有很奇怪的表情，就很神秘。然后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24小时他就喜欢魔术。就是长大的过程当中一直是这样子。然后他就对，然后就一直认为说，他就一直要变魔术，一直要做这个事情。我觉得一个人用功不重要。他沉迷才重要，是，然后用功是痛苦的嘛，是辛苦的。可沉迷的话，他24小时在想这个事情。不过我们要特别告诉在看这一集的人，就是Eve 他其实之前已经有机会在康熙稍微展现过1、2手了，那今天还会带来很多更厉害的魔术。不过呢，我要预告的事情是，伟忠哥今天要变魔术。我们为了让伟忠哥感觉到分外不安呢，就是我们安排他在这集的最后才变。说好了是先死先投胎啊！我变完之后就好。所以他这一整集都会坐立不安，一直在想他那个魔术到底会不会成功。不是伟忠哥，你不是曾经教过很多晚辈，你说做自己擅长的事比较吃香，那你干嘛变魔术？我这个魔术是要有股气，要有这个气，有骨气才能够变，对不对？不是没有骨气的话，屁股的骨啊，要有一股气才能把这魔术变得很好。我这股气酝酿很久了。现在可以变。你撑得完这一集吗？就是把这个气卸掉。不会。伟忠哥，你那个魔术是有可能现场失败的吗？
基本上不太容易。哎呦，基本这要养浩然之气，这不容易的。因为我们知道养了好几年，Eve 会成功，我们都放心。我们不放心的是你耶。不是，我要跟你讲实在话，我对自己也不太放心。我们研究完之后，我马上在很多朋友面前辩，他说我很有这个魔术师的底蕴呢。什么叫做魔术师的底蕴？说我很有魔术师，可以变魔术什么？就是他创造那种魔幻气氛很足。魔幻真的吗？哇！所以他也会在那边装死，然后就是你手会在那边弄出好像有一点诡异的状态。你就不能用一点好听的名字？可是伟忠哥如果用他的眼睛深情的望着那张钞票，这样好吗？钞票，我说有没有在看我都感受不到。好，今天呢这几位同学，你们美女们是来做观众的，对不对？对。好。那小钟先生呢？其实我蛮高兴魔术圈有一个 If You 这样子的人，因为我在魔术圈。你是魔术圈的吗？对，我是魔术圈的人。我在魔术圈找寻很久，就是程度跟我差不多的，我觉得终于等到 If You 有这种程度的。你不是已经被魔术圈赶出来了吗？没有，我是真的是信手拈来啊。对于魔术来讲的话，拈来，先挖个鼻屎。拈来。哇！哇塞！接下来更厉害的，瞬间移动。什么？在右手对不对？到这里。你应该被魔术圈赶出来。不是，你这个就跟大耳朵是异曲同工之妙啊。等一下还有一些更新，因为他大耳朵被嫌弃的很厉害，不能再用大耳朵了。你觉得Eve会不会感觉到被羞辱？会。请问一下，这个比较贵还是大耳朵比较贵？大耳朵贵。因为大耳朵那个做工好像还比较更细致。对，那日本进口的。不要讨论这么家常的事。你要怎么产？你不会是今天真的要？有，我带了一些东西，等一下要跟他好好来。可是从欧洲来的魔术师在这里耶，你真的要在他面前变吗？我觉得可以互相讨教一下，因为我觉得我有在一些那个 YouTube 的影片上看到他，就看他那个钞票的，还有去那个水果摊买水果，还有那个走在路上手机的，我都有看。他有一支影片是把手机一个真正路人的手机，然后放到推进保特瓶那个啊，对。那个如果以你的程度，你练得起来吗？我之前是手机，他应该就会把一个真的手机推到一个真的保特瓶里面去。我手机是推到那个气球里面，但他是推到那个保特瓶。所以你的意思说那个手法你也知道？我大概知道，但是我不会在这里公布。我不能破解魔术啦。可是你这样是不是使得你看魔术的时候那乐趣损失很多？但是他的很多新招是连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变。比方说，就是那个钞票一直变，他那时候在 YouTube 里面他是变到好几国的这个钞票哦，那个太神奇了，一镜到底。对，一镜到底，而且完全没有卡接。所以 Eve 你本来自己就找法国的朋友在巴黎就拍了吗？对，我在法国有很多魔术圈的，就是朋友，然后一起研发一些效果，所以我们会经常到街头做实验。可是你到路上去找的人是真的路上走的路人吗？一般找的都是路人，不认得的。就是不认得，但是也会事先暖身，会先跟他们讲一下。对，因为如果直接找路人、直接表演、直接拍摄，他们会尴尬，所以一般都是会做5-6个其他的魔术效果，暖身后再做我们想做实验的那个反应才是。先哈拉。你有没有很怕遇到没有反应的路人？很少，其实很少，因为每个人都会有一种不同的情绪，就算他外表达不出来，他可能内心也是受到震撼。所以你的开场白，如果真的是路过的女生，你是真的跟人家讲说，请你停下来看我表演魔术吗？你好，我们在拍摄一个 Magic 的纪录片，可不可以借你2分钟时间？如果他没有时间，那我没有办法。但是如果2分钟的时间，就请问你身上有没有东西，就借来开始表演。一般人都会愿意2/3吧。那说不要的人是很不高兴的走掉。说不要可能就赶时间，或者不愿意被镜头拍摄的人。说不要的人，你可以在背后诅咒他吗？把他变一个猪尾巴出来什么之类的。不过他讲话好温柔，我觉得哦。他是一个，听说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哦，不像你那么。因为魔术师好像应该神秘一点。那中间我再穿插一个好了，我觉得他会有点尴尬。注意看一下哦。好，吸管。这是个普通的吸管，对不对？是啊。你拿着一下。哎。
这袋子没什么，没东西嘛，对不对？没东西哈。看仔细，导播带仔细，没关系的，没东西的。没看到，真的没东西。对我们黑啊，没东西嘛。我把这吸管丢到这里面来。摇摇薯条。小钟，那个大吸管末端有橡皮筋哎。小钟，我看到牛皮纸袋里面还有一层哎。没有啊，没有了，真的没有了。小钟，你知道你刚才背后有一架摄影机在偷拍你？魔术是你跟他配的，我要怎么变魔术？陈汉年超惊悚的魔术，小 S 当场被吓哭。一个爱心，红心，我把它塞到手里面。我现在在口袋里面抓一些 magic 粉，魔术粉。慢慢看，揉着揉着，真的会不见吗？不可能的事情要发生了！真的不见了吗？不见了！这种魔术在1分钟看起来会不会很无聊啊？我觉得只是好玩的吧。不会啊，不会无聊吗？这个其实有很多法国、英国专业魔术师都会用到这个，在他们的正式商业演出上面。所以那个大吸管不会很丢脸，是不是？很神奇啊，很厉害。可是我没办法想象像Eve这么有质感的魔术师，从牛皮纸袋拿出大吸管。你会选特别适合你风格的，对不对？对，每个表演者都会选。所以你从来都不会在变魔术的时候像小钟这样要让人家觉得很好笑这种。其实有过一个阶段，就是我当时13、14岁的时候，我那个导师，他是一个比较偏搞笑的魔术师，就跟他身边的那2、3年会走一些风格变异这种风格。所以你现在看小钟走搞笑的路线，会觉得很可怜吗？没有，我觉得很棒，可怜了，我觉得很。可是你其实是一心就是要用魔术来好笑，对不对？对，然后我想要学的都是搞笑的，跟 If You 比较不一样，我比较像 Beef。你怎么自己加了一个尾音啊 ？If 就好，不用 You。对，比较不一样。我是比较喜欢从生活上来取材。OK。比如说我的身体就是一个可以变魔术的东西。比如说看我眼睛哦。大眼睛吗？不是。没有看懂吗？就是把眼球拿出来放嘴巴里放一放，然后再拿出来装回去。对，哎，你好厉害，谢谢。我觉得你今天是道具用完了吧？我想。好，你真的在逼我，我跟你讲。还有，你不要用光了，你今天没有东西怎么办？都是牛皮纸袋系列，这个真的就厉害了。大家，各位观众可以一起来玩这个魔术。怎么了？手法好不利落。再给我注意一下，不要再偷拍啊！我被魔术界的人骂，我跟你讲。这有5张牌，对不对？5张牌，这是有关于预言的牌。啊？什么？预言？心电感应。然后看我跟预言。看哥，你记1张牌。什么东西？你记其中的1张牌。我没 OK， 好，你也可以记，小孩子也可以记。我记了。伟东哥哈，你们各记1张牌哈，记好了哈。有。我知道你们观众有记1张牌。什么？观众也请记1张牌。口条学练一下。观众也请记1张牌。好，记好了哈。汗都流出来了。对啊。我接下来我会知道你们心里想的是哪1张牌。真的假的？可是我们想的可能不一样对哎。啊，想的不一样哎。厉害了，就知道厉害在这个地方。这么厉害？后面有在偷拍哦。我把你们心里想的那张牌放在这里 ，yes。可是我们想的牌不一样哎。他不回答我。你的牌已经不在这里。你说的是谁？你的牌是不是已经不在这里？在这，真的不在，真的不在。我也不在。我的也不在了，真的不在。观众，你的事也不在了，对不对？对。你把我们所有人记的那张牌都变不见了吗？对。你完全取个助理好不好？我气死了！自己整理，你真的忙不过来。对，忙不过来。F，你多讲一些话好不好？
所以大家想的是同一张牌吗？不能讲。是，我觉得应该是他把我们想的所有牌都变，他刚刚手上的所有牌通通都不见了。所以这4个人当中，你会最喜欢找哪个观众跟你一起玩？小钟啊，当然了，同行的一定会配合啊。是，你已经渐渐连“当然”的“然”字的发音都当然，当然不是单车的单，是当然的当。可是吴一佩自称是最配合的。因为是我看魔术都每个都觉得很神奇啊。可是我觉得是看人的脸，因为如果是 Eve 变给我看，我就会觉得很神奇。可是我是小钟哥，对，因为帅的你就会很想要看他会，然后感觉很神秘。可是我就会小钟哥，我就很想破解他，就是你到底在搞什么？等一下有一个，我等一下有个压轴的，你如果可以破解的话，我退出魔术。到底在讲什么？他本来想讲演艺圈，就会演，然后就不对，演魔术圈。很担心自己真的退出演艺圈，我干脆退出政治圈算了。小钟啊，你今天是不是会有人讲话有点紧张？是不是因为你变魔术的时候，魔术师在旁边？其实有，其实同行相其实没有，其实有点希望在他面前表现好一点。哦，可是 Eve 魔术师还要讲话这件事情，对你来讲是不是很麻烦，让你会分心，就不能专心变魔术？这是一个人的风格，他就可以创造一个自己的一个欢乐的气 style。所以没有遇到过高手就突然就讲出来那个。这几年没有，就是以前还是会。所以被讲出来的时候要怎么办？我觉得在任何一个魔术师在刚开始入这行都会遇到过一些。就是他不是魔术师，你不用比他，你不用尊敬他，他还给他手势啊，魔术师。就是从不好的角度被拍到或者。哦 ，OK。可是如果也是在很专业的魔术师面前表演，你会紧张吗？现在比较不会了，但是以前会，就以前如果是一些从小就很崇拜的大师，在他们面前真的会失去自己的所有的。Yes， 我知道他说的前辈是谁。哦。大卫考伯菲 ，It's me。你是大卫考伯菲？你不是武力全开吗？你不是武力全开吗 ？No， 我不是武力全开。你有一只耳朵压在帽子里。OK， 这个不是魔术。有一只耳朵压在帽子里，会不会不舒服？我告诉大家，先不要讲，不要变魔术。有耳朵 ，OK， 变出来。另外一边的耳朵有折到。OK， 没有了。OK， 这不是魔术的一部分。OK， 我是大卫考伯菲，我的魔术最厉害就是把自由女神 disappear。对。不过今天我牛刀小试，我要把这个东西 disappear。OK， 我站到前面了。OK，see，you see 什么 ？The heart。这个爱心，萌心，我把它塞到手里面。你讲的是热，不是心。哦，对，心。OK， 我现在塞进去了。OK。对啊。塞进去了 ，OK， 塞进去了 ，OK， 不见了。我现在在口袋里面抓一些 magic 粉，魔术粉。magic powder 啦，粉不会讲magic powder 啦 ，OK， 现在已经 disappear，OK， disappear， 慢慢看，揉着，真的会不见吗？不可能的事情要发生了，真的不见了吗？不见了。别的东西，其实我刚刚很紧张，我都不敢讲话，你我手都是汗呀。我哪有叫你变蟑螂？特别的 ，sorry。其实真的被吓到啊！吓到他，因为我很近的看。对不起。
OK，不错，能把小恩吓到不容易，不容易。很久才下一次啊。三点，要不要把你自己变不见？我看下一次应该就 disappear 了。你真的越来越不乖耶！他们叫我这样做的，其实我很不愿意。所以吓到我，你现在心里很得意是不是？不是，其实我心里的石头放下来。今年不是要出新书吗？谢谢。然后你有帮他写序吗？对。我们现在跟印刷厂说，我们不让他用我们的序了，叫他们把书从印刷厂撤回来。怎么可能让他用？对，重印吧。不是吧？不能让你用。一个魔术而已。没有。是什么？是皇冠出版社吗？皇冠出版社，不好意思，我的序请帮我拿掉。还是我们把那段剪掉？我心灵已经就是吓到，我现在没办法主持。心里可以把它删掉吗？我知道，创伤后遗症，我知道。晚上做噩梦。好害怕。小猪魔术大叫7笑翻全场。这是一般的普通扑克牌，直接把这扑克牌摊在这里。他都不管我们听得懂。对啊。然后你选择一张扑克牌，哪一张？随便选，随便选一张。哪一张？这一张吗？这是我的手机嘛？对。这是我的界面嘛？对不对？红心呢？对不对？看一下这个。哦，这样给我自己好。刚才那个魔术 ，If 看起来觉得怎么样？表演得很不错。因为是他教我的。哦，真的 ？OK。可是你真的很厉害，你袖子有故意露出来手腕的部分。对，完全是很干净。所以你刚刚那速度也是要快，是不是？也是要快。你有在紧张吗？我一直紧张，我从节目开始就一直酝酿。对，我什么时候要表演？因为要是我们没有吓到的话，你这个魔术就算失败。算失败，很尴尬。如果你把那颗红心变不见，我也觉得很厉害。他能够做到变不见吗？变不见比较简单，比较简单吗？变到另外变成另外一样东西比较难。所以你可以再变一次把它变不见吗？现在可能没办法。我以为手法是一样的呢。就是还是要稍微酝酿一下。他变得真的很。可是小钟，如果是你可以把那个红心变不见吗？可以啊。哇，不会吧？不要勉强了，算了吧。红心嘛，对不对？来了，哇，把它塞到这里面，直接就来，直接塞进来，对不对？哦，摇着摇。没有，我这边没有。你手法很快耶，好快，好厉害，好厉害，快把它变出来！哇塞，好厉害哦！你回到原位，回到原位。怎么会啊？你再展示一下你手掌，手掌有一个叉哎。哦，没有，等一下，不说不要，等一下的魔术，等一下的魔术，这个不变了，这个不变了，这个不变了。什么？那个叉是要干嘛的？别的魔术，别的魔术要用的。OK。哎，可是你刚才假装你需要时间准备，结果你成功了。对啊，厉害哦！手法魔术啦。所以你今天在伟忠哥表演魔术之前，你还有一个扑克牌的魔术可以给我们看一下，对不对？可以啊。好。其实，在扑克牌之前，你想变别的吗？可以站起来吗？可以。你要我们站起来吗？需要我们吗？看是不是他喜欢围起来。其实最好的 magic 都是用借来的东西表演。你们身上有没有带金属类的小东西？他手背上的那个钱币。钱呐？有。硬币、钱币。你们可以站这边。在这边。康永哥。我们都在这边吗？康永哥，你检查一下这个钱币。好。确认是完全普通的。钱币。完全是一个正常的钱币。你可以在上面签个字。好。我要签字。越大越复杂越好。越大越复杂。那就菜了，笔画最多。非常好，然后可能在硬币的背面，麻烦你签个数字，幸运数字。OK， 谢谢。麻烦你帮我把硬币吹干。吹干？默许。匀开更好啊，更难模仿。我让你签字只有一个原因，我们现在确定这个硬币在全台湾、全亚洲独一无二，全世界全宇宙。你可以伸出一只手吗？看到过？一只手。OK。慢慢把手握紧，握紧，就在这里。
在古代希腊神话，有一个工匠神，名字叫黑法伊斯多斯，然后艾森可以移只手放上面。在古代希腊神话有一个工匠神，名字叫黑法伊斯多斯，他能用大脑的力量，改变金属的分子结构。真的假的？有没有种发热的感觉？就在硬币的底部，像在跳动的发热吗？看我歌，像在跳动的心脏一样。好像形容。对啊。哇塞 ！Oh my god！ 怎么会这样看？Oh my god！ 哇塞，这个好厉害哦！超强的。哦，这个很厉害。哇塞！是我签的这个晕开的硬币耶。而且我刚从缝缝中偷看，看到那个硬币就在，我看到它有影子，然后就慢慢弯掉。哇塞！这太惊人了！我这厉害哦！厉害哦！这厉害，这厉害！都流汗了。这很厉害，这很厉害。这硬币可以给我保存？可以，哇塞，好厉害！这厉害，完全没有办法想象哎，这太厉害了。真的是你的硬币，真的厉害，这个厉害！这一集这样就好了。这个厉害，第一次看到这种，你看观众听这个声音就知道了。这很厉害，它不会动吗？这是真的，这是真的硬币，不是道具。因为如果你把一个瓢根或者叉子，那上面也没有签名，可是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硬币，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哎，这厉害，你真的太了不起了。全部人围着他，很近没有，这根本就没有办法解释。有那个什么有金属的那个电的什么物啊，赶快离开它。真的，他可以用这个眼神把它弄坏。厉害，你太棒了！强很强。我还晋升魔术，太厉害了！我的天哪！哎，这怎么可能呢？太夸张了！我亲眼看到那个钱币这样弯呢。它有，刚有你的流汗，真的假的？它有过程呢，这。你有没有看他这样慢慢？有啊，他在我手里就这样慢慢变弯啊，钱币慢慢鞠躬的感觉。不，也不是这样，就是他的近景魔术厉害的，他很慢。有些人说变魔术很快，他很慢的在你面前变，你看不出来。这完完全就是我，而且他也没有，就算是大力士，你要把它这样弄弯都不可能了，何况他是这样可以把它弄弯。跟小钟比起来，你的魔术好低级哦。好了，今天最厉害的就现在就出来了，好不好？拼了！算鼻屎掉在地上，没关系。今天拼了啦，我可以站到后面。所以你好吃苦。我决定今天要跟科技做一个连接。这个衣服他看了，他也会觉得还蛮厉害。手机是你自己的吗？我自己的手机，对。可是我还想要跟伊夫继续聊钱币的事。好，那你先聊。先聊，不要生气，不要生气。你先慢慢聊，我自己先。你先聊一下。只是还在这个震撼当中活不过来。我觉得是真的很厉害。你知道这枚硬币可以拿去义卖了，因为它就是很珍贵啊，在我们面前。哦，这个他以后红了，真的可以拿去义卖。真的。所以人，你会不会觉得很寂寞？我觉得他厉害的地方是他很多的魔术是我们没看过的。对，他自创的，我觉得这个很厉害。刚刚这个真的很吓人，真的很厉害。我觉得刚现场的震撼，以小钟的能力，你觉得他可以练到这一招吗？我觉得可以啊，我觉得他哈，真的吗？这一招哦，你为什么没有往这个方向走？我想，因为要禁欲12年，要这么久的时间，因为这个最近跟音符在交往？没有，因为我觉得厉害的魔术师他几乎都要结婚，没有啦，没有啦，厉害的2个人就采买那些生活用品，没有。王伟忠靠大字包变魔术，竟被康永当场揭穿。现在心情轻松了嘛，对不对？轻松多了。他心情轻松，我们可以把那个东西拿进来了。因为他拿那么多东西进来，我们也可以拿一个东西进来。好。第一次看到魔术，还要大字报，魔术是魔术，我怕死了。我就没有看到了，我没有看到。他的记性差到连这3个步骤都记不住。这是一般的普通扑克牌，对不对？普通扑克牌来，对，普通扑克牌，对不对？
其实很多魔术师的魔术是有关于控牌，他用怎么样他都控到他要的那一张牌。那接下来我不用控牌好不好？我直接把这扑克牌摊在这里。他就不管我们听得懂听不懂，就是控牌。就是控制牌哪一张，就是用他那一都是抽到那一张。OK， 我今天不用控不控牌，然后你选择一张扑克牌哪一张 ？S 随便选，随便选一张。哪一张？这一张吗？哦，你很会选，真的很会选。我只能说你真的很会选。还在跟你互动。什么啊？要拍照是不是？不是，这是我的手机嘛？对，这是我的界面嘛？对不对？不会点出色情照片好吗？不会，拍照。故障了，宕机了，手机宕机了，手机宕机，真的宕机，连手机也宕机。有。手机为什么宕机啊？然后进到一个这个界面，对不对？你先把这张牌打出来看是什么？给大家看吗？对，看到了，红心 A 对不对？看一下我这个。哦，这样给我一次机会。就跟你讲找助手，让助手什么都自己来当然接啊。你要变牌了，说不出来哦。你先访问一下，再聊一下硬币啊。再聊一下硬币，等一下，再硬币。你软体没设定好是不是？我请教伟忠哥，今天全程笑的都没有很放松啊。这没办法，要变魔术就非常累。伟忠哥，所以我刚变魔术不容易，是真的要非常气定神闲，不容易啊。然后中间还不能被人打岔，你知道吗？那等一下你变的时候，我们应该没问题，我这没问题，都已经很厉害了，我就随便变上去。可以聊天吗？可以。可以假装要识破你吗？还是要很尊敬你？我觉得你们自己决定。啊，真的？我不怕。我们欢迎王伟忠先生。Eve 教过我啊，指导过我说这个变魔术最好是用现场的一些道具啊。那我今天要变一个用现场道具的方式。首先我们要找一个大的一个杯子，那现场我们就用这个，好不好？来帮一下忙，好不好？啊，这个啊，对，把它这个水倒掉。哦，倒全部倒出来。对，倒出来。明明是专程准备的。看得出来吗？你不要吵，因为我的摄影棚什么时候会出现这么大的？怎么会出来这个呢？从来没出现过。没了。那感觉颜色是福茂热饮之类的，他搞不好感冒。好，你们谁要跟我配合？你说你不得康永做决定，康永做决定，你是主持人。我觉得徐熙娣配你最好。小 S 来，小 S 来。你不要弄伤我。然后就变出蟑螂翻脸。硬不硬？硬。好，拿一下，重不重？悄悄看，不容易吧？蛮重的。好，来给我一个棍子，好不好？给我一个棍子。好，来，这边。我们现场怎么又多一个棍子出来？你刚刚说要棍子，拿好啊！你要敲干嘛？你要悄悄看嘛，会不会破这样？我手会痛哎。对，你放在下面吗？会太重了吗？有一点重。好，来，那你就帮拿一下。我拿。让你看在旁边看好了，好吧？来，好，拿好。好，好了。看好了，我今天变的呢，其实不是也算是个魔术，算是个气功。气功。哎，对，因为这个酝酿这个气呢，酝酿了好几年了。那我需要一个大道具，需要一个箱子，因为我要保护你。好，那我去拿这个。来，好，你帮我拿一下，好不好？怕中间会有换手的机会，好不好？来，动用很多道具。对，公司配合的人非常多。其实本来不需要这个道具，因为小 S 十足尊贵。对，所以怕你手受伤，好不好 ？OK， 那现在把这个放进去，会不会太重？还好。啊，不，要手拿的哦。不，这样子你会，这样子来，汉典来帮个忙，先拿一下。啊，好。我今天呢，因为怕你手受伤，所以呢，我去试夜市那个炸鸡排那边准备了一个手套，好不好？小 S 请戴起来。这个可以挡住什么？会很难看。弄一个好一点的手套。滑稽是不是？会很难看。算了啦。戴好，先不要拿。康永，来，我手上没东西吧？没有东西。好，来手表给我。好啰嗦的魔术师。需要。好，你先把那个就拿了，好，放到这个里面去。对，小心哦。来喽。好，这股气啊，好，要保持住。小 S 加油！小心哦。这股气就是从小 S 跟我不签约之后，我就一直酝酿到现在，我非常火。看到没有？好厉害！小心帮忙。就丢进去就好，真的破掉了。哎呀！好，小心。行，好，各位，破了，真的破了。
就带这个一直录到完，好不好？成功了耶！怎么样？很好看。可是伟忠哥你现在心情轻松了嘛，对不对？轻松多了。他心情轻松，我们可以把那个东西拿进来了吧？什么？因为他拿那么多东西进来，我们也可以拿一个东西进来啊。好，第一次看到还要大字报，魔术师变魔术有大字报。这样子，我都没有看到哎，看到没有看到？他的记性差到连这3个步骤都记不住。好，现在变第二个，来，看，在这嘴巴给我一下。哪有人变魔术还要伟忠哥才3个提示，你有什么好要别人跟你讲的？就这也是节目效果，就是这样变完之后，让康永拿起来给大家看看我这个老你刚才年痴呆是不是真的记不得悄悄看，然后看到这里才教他悄悄看的？也没有，真是没有，这个叫气定神闲，慢慢变。不变魔术真的，像我们这种业余的啊，在之前要变魔术是真的很紧张，很紧张啊。叶超神奇的魔术表演，全场惊呼声连连。小钟，你应该知道，在魔术界最乱的洗牌是这个样子，对，这样把这个2半洗进去嘛，互相把它洗，对，互相洗进去，就在这里。你会感觉每一张扑克牌都会变成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魔术让全场惊呼声连连呢？我们今天最后还是可以看到变一个真的魔术吧。不过钱币刚才那个我们已经非常厉害了。哦，所以我们最后可以再麻烦你变一个吗？可以。其实这不是一个魔术。为了感谢你们邀请我来康熙，我想送给你们一个礼物。就用这个。谢谢。康永哥，你会不会洗牌？可以麻烦你帮我洗乱。非常好。小钟，你应该知道，在魔术界最乱的洗牌是这个样子。对，就是有一叠面朝下，洗进一叠面朝上。你可以这样把这个2半洗进去吗？互相把它洗进去。对，互相洗进去。所以我是最乱。非常好，可以给镜头先看一下。就是正反面交错。在这种情况下，真的有面朝上的，面朝下的。有鬼牌没关系，没关系，就这样的插进去。在这种情，可以洗，我要洗，越乱越好，越乱。他们2个有什么？有一腿。没有，我真的今天没有跟小钟，刚刚那个钱币都是你。对啊，没关系。没关系。有点，没关系。对，我捡，没关系。没关系，我捡，掉一张没关系，掉一张没关系。这样还可以吗？真的今天没有串通过，没有串通过。OK。看你要变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掉了一张，没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有面朝下的，有面朝上的，有面朝下的，完全的乱了。魔术师的手指是非常的敏感，是非常的敏感。然后感觉一下，大概在不对，因为现在还是上下颠倒的情况，所以很难知道哪里是面朝上的。哪里是面朝下的，哪里是面朝上的，更不可能知道哪里是一张4。OK， 这是手指的敏感度。对，这大概在37张的这里。OK， 是第2张。康永哥，你可以摸一下这个边边，好像在更难，一只手。OK， 好像在27还是28的，27还是28的这个位置，多一张少一张都不会是，因为牌有是赌神啊，朝上的，还有朝下的，这是非常的难。太夸张。最后一个不用手，抓住最后红心 A 的空气，插
进去，有没有感觉？一瞬间，刚刚小钟面朝下的拍，所有面朝下的恢复他们面朝上的位置，所有面朝下的拍，除了中间一张，只有一张。S 你可以慢慢的拿出来，慢慢的给镜头看，慢慢的翻开，慢慢翻开，最后一张，然后一只手按住4张 S。很多人会问我一个问题，对，刚才牌是乱的，刚才牌都是上下颠倒的状态，为什么突然这样？其实这副牌陪我很久 ，OK。表演魔术大概去了20几个不同的国家，都带着它，每一张扑克牌其实就跟一张相片一样，每张相片上面都是累积全世界的故事。对，仔细看这个地方，仔细看这个红色，这里，这个红色就在这里。你会感觉每一张扑克牌都会变成世界，全世界各太神了吧！好恶心哦！不光这个可以摸摸看，可以摸摸看，可以摸摸看。不光这些，你手上的 S， 你手上的 S， 你可以你可以一张一张的翻开，一张，慢慢的翻开。怎么会这样子？好感人啊！哎呀，起鸡皮疙瘩了！哇塞，太厉害了啦，太突破了！怎么会这样？我跟你奇怪，你压着他。哇塞，这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哇塞，好厉害！这些图片还有一个共同点，是，就在这里，还有一个共同点，我们就随便拿这几张好了。OK。大家可以离近靠近这些图片，它们有什么共同点？看得出什么共同点？有海、天空，天空，还有除了天空以外，这云哦，有没有？其实只有个黑白。其实每一张扑克牌，其实想象每张扑克牌，其实就是像一个长方形的小空间，对，就像一个小荧幕，是 TV screen， 对，不管走到哪里，在全世界。不管走到哪里，对，能通过这个小荧幕看到世界不同的风景，对，然后不管哪里有小荧幕的地方，就在这里 ，OK， 千万不要眨眼睛，又要干嘛了？就在这里会出现，康熙的扑克牌吗？在这里会出现康熙。恐怖哦！太厉害了吧！怎么可能？好奇妙！这是我收集很久的，不可能，这是可以摸摸看，大家都可以摸摸看。这是牌啊，这是扑克牌啊。对啊，哎，怎么没有我啊？看脸，就在这里。其实一副牌里面还有。不是2张鬼牌，不是鬼牌啊！太厉害了！太强了，不得了！哦，这太厉害了！马上让小 S 给你一个拥抱。真的太厉害了！谢谢，下次再来玩。